温情看到蓝忘机一提到魏无羡的名字就皱了下眉，知道他应激反应依旧很严重，可居然全被蓝忘机生生忍住了，心道此人简直意志坚强，极能忍痛。是，我知道3个月你都发生了什么，也认识那个人。但是，蓝忘机你听清楚，你是脑袋被子弹击中，我们好不容易才将弹片全数从你头中取出，你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好好休养。你记不起来的事就不要勉强记起，虽然手术完是你恢复记忆最好的时机，但风险也很大。加上你对那个人还有严重的应激反应，你还不如等养好了伤，再一点一点尝试恢复记忆。蓝忘机一下便抓到了重点，若是我近期无法恢复，那以后便很难想起了。温情深深看了他一眼，点点头。蓝曦臣等人也惊疑不定，刚刚温情没有说这一点，恐怕也是顾忌魏无羡在场，不想让他太过伤心吧。毕竟魏无羡若是知道蓝忘机伤好后很难想起他，一定会更加伤心的。而魏无羡也绝不会在蓝忘机伤重痛苦的情况下强逼他想起，这事实在是太过残忍，连蓝曦臣都很想问问上天为何要如此对待这2个有情人。还请告知我与魏婴的事。蓝忘机恳切地与温情说。温情惊愕地看着他，蓝二少，你想清楚，若是你强行想要回忆，不说你的应激反应会令你痛苦，你的记忆本就有些混乱，万一有个好歹，你可能会变成一个傻子。蓝忘机坚定地看着他，我心中有数，而且蓝忘机看着手里已经被自己攥出汗水的小黄鸭，我不能忘记他。温情叹了口气，我也不知你们具体的情状，只是知道当初他捡了你回来，先到我的诊所检查了一番，你那时的记忆倒退到6岁，身上也没有任何证件，连手机也没有，所以魏无羡就先把你带回了家，之后他还带你来检查过几次，其余我就不是太了解了。蓝忘机闭着眼，将脑中琐碎的记忆碎片努力地组合起来，哪怕是一点点细微的画面，他也拼尽全力想要看清。蓝忘机痛苦地抱着自己的头，可就是不愿放开自己手里的小黄鸭。那只鸭子在冰冷的病房里发出不合时宜的清脆声音，却令蓝忘机心里的光芒愈发明亮。江江，看看这什么？魏无羡举着这只小黄鸭笑着看着他。不会吧？你没见过冰淇淋吗？很好吃，很甜的。魏无羡把冰激凌递到自己嘴边，期盼地望着他。蓝湛，你能让我抱一下吗？发情期的魏无羡靠在沙发上，眼神迷离地对他伸出手。哎呦，蓝湛，你干嘛推我？魏无羡被自己突然推到床下，揉着屁股控诉他。姚小姐，你自重。魏无羡作为一个 Omega， 却依旧为自己当初面前不怀好意之人的目光。咬吧咬吧，咬完我带你回家。魏无羡被自己抱在怀里，让一敢欺的他咬一口。那咱们说好了，等你恢复记忆后，就做我的老婆。既然你喜欢我，我也喜欢你，那我做你唯一的 Omega 好不好？临时标记后，魏无羡小心翼翼地问他，而他也给予了他肯定的答案。最后这些画面尽数化成了温煦将他认定的 Omega 按在洗手台上，这一令他暴怒的情景，还有最后他抱着魏无羡准备离开，而温煦正在朝他们开枪。魏无羡无比悲伤地看着自己，明明一直在笑的他，眼眶里全充满了泪水，每一滴都是为了他。蓝忘机仿佛看到魏无羡就站在自己面前，哭着问他为什么要忘记自己。魏婴，别哭。蓝忘机已经感觉不到自己头部的疼痛了，他心里已经慢慢被魏无羡的一颦一笑而填满，他笑着的样子，他生气的样子，还有他最后悲伤的样子，每一点记忆都在他的心上深深地画下了一道无法泯灭的痕迹。那样的一个人，怎么可以忘记，又怎么能够忘记？蓝忘机微微勾起一个浅浅的笑容来，然后缓缓合上眸子，晕了过去。旁边的仪器闪着红灯，发出了警报声。蓝曦臣和蓝启仁立刻心慌不已，连忙看向了温情。温情看着他头上绷带上已经全是令人触目心惊的血迹，赶紧让护士把人推走，准备和柳医生再抢救一次。好在情况还好，蓝忘机意志极强，本身的身体底子又好，不过半个多小时就结束了抢救，已经没事了。温情摘下口罩，平静地对焦急等待的2位家属说，麻药过后他就会醒了，你们好好照顾他，
多给他补充些营养。蓝曦臣与蓝启仁自然是满口答应。而那边魏无羡回到自己家里，见江澄和江丰眠也在，勉强扯了一个笑容：“江叔叔，你们还没回去吗？”“回什么回？”江澄第一个沉不住气，站起来捶了他一下肩膀：“魏无羡，你好好看看你自己，你都把自己折腾成什么样了？这还是我当初认识的那个意气风发、满怀理想的魏无羡吗？”魏无羡懒得理他，而是对江丰眠说：“江叔叔，我刚刚已经接受 Fantasy 学院的 offer， 下个月就动身去 F 国。”“什么？你不想把你恢复记忆的消息告诉无羡？”蓝曦臣不可置信地看着自己的弟弟，没想到他一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让自己不要告知魏无羡。蓝忘机眼中划过一丝痛意，但还是道：“是。温煦已经盯上了他，我知魏婴已收到 Fantasy 学院的 offer， 正好可去。可是这和你告不告诉他恢复记忆的事有什么关系？”蓝曦臣不解道。蓝忘机脸去眸光，低头看着手心里的小黄鸭，轻声说：“他若知道我恢复记忆，定不会去。我要通过温煦，将不夜天及其同犯一网打尽。温煦伤害魏无羡是为了他蓝忘机，若是两人分开，温煦就会只针对他一个人。而且不夜天在 F 国的势力几乎已经被连根挖起，魏无羡在那里进修也不会再有危险。也对，无羡是个 Omega， 更容易受到伤害。哪怕他与别的 Omega 不一样，但不夜天之事太过危险，无羡也不宜参与。忘机，你的顾虑是对的。原本我还想让你们订婚，现在看来只好延后了。等无羡回来，若是你们还愿意在一起，那大哥也会替你们好好操办的。”蓝曦臣拍拍他的肩膀：“只是苦了你和无羡了。”蓝忘机摇头：“是我对不起魏婴，他现在一定很难过很难过。”半个月后，魏无羡悄悄来到了医院，偷偷在蓝忘机的病房外蹲守了很久，终于等到医生为他注射了药剂，正在昏睡，这才轻手轻脚地潜入了病房中。他看着脸色已经很好的俊美的 Alpha， 笑了笑：“蓝湛，我要出发去 F 国啦。也不知道你的应激反应好点没有，可我再也不想看到你那么痛苦的样子了，只好这样跟你告别。希望我回来的时候你已经没事了，哪怕你不记得我也没关系。我会努力让你再喜欢我的，你这么好的 Alpha 我上哪儿找去？对不对？你想不起来也没关系，我还乘人之危，在你才6岁的时候说什么让你做我老婆，我胡说八道的。你如果想起来的话，千万不要生气啊。蓝湛，你特别好，我喜欢你。”魏无羡俯下身去，在蓝忘机微干的嘴唇上轻轻碰了碰，然后忍着心如刀割的感觉，转身离去。他没有看到，在他离去后，原本昏睡着的人突然睁开了眼睛，轻轻摸了摸自己的唇：“魏婴，我等你回来。”2年后，Y国，魏无羡与一位雍容华贵的金发女士轻轻握了握手，然后笑着道：“合作愉快。”